美国战略司令部制定新的核战认知理论，中国首次被摆上了桌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很多人看来，俄罗斯才是唯一拥有让美国忌惮的核力量的国家。所以，当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后，美军第一时间明确表示不下场参战，并且数次推迟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的试射，以免引起俄罗斯不必要的核战略关切。前几天，由于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引发了台海军事危机，解放军展开了锁台军演，而美军为了避免解放军误判，宣布推迟其民兵3洲际导弹的试射。这是美国首次为了避免中国误判而主动推迟的洲际导弹的试射。美国人这么搞，表面上看好像自己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核大国，实际上他们是在践行新的核战认知理论。中国第一次被美国核战略司令部摆上了桌面。据防务1号网站报道，美国核武库负责人表示，该国正在疯狂起草新的核威慑理论，其中包括与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对抗。这是美国核战略司令部首次把中国核武器的地位提升到与俄罗斯同等重视程度，以反映中国核力量迅速提升的新现实。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在阿拉巴马州举行的空间和导弹防御研讨会上说，更多的美国人需要努力阻止核冲突。根据今年以来发生的变化，美国一直在回应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威胁。理查德强调说，美国现在必须考虑到3方的威胁，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面对过2个具有核能力的对手，但是对付中国与俄罗斯的办法并不相同。相比较而言，美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更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国家，而中国不大可能首先发起核打击。美国人所有关于防止核战争的系统知识已经落后了，需要一种新的威慑理论。美国正在重写核威慑理论，战略司令部在疯狂地做这件事儿。从中不难发现，美国战略司令部改变了传统的确保相互摧毁核威慑理论，即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动都会导致对手报复性的核反击，从而导致各方的彻底毁灭。在普京今年2月份发表的声明中，他警告西方集团不要干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并威胁说此类行动将产生灾难性后果。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俄罗斯可能在常规战争中失败后就会使用核武器，更可能使用的是战术核武器。这种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有限的核战争，这在西方世界是一张白纸，现在必须补上这一课。这位美国海军上将称，莫斯科正在使用隐性和显性的核胁迫，试图让西方国家感知到核威慑，错误地认为俄罗斯能够使用低于核武器门槛的武器，比如通过使用战术短程核导弹来攻击敌方目标。但是不管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都没有办法进行冒险。中国是一个从来不拿核武器威胁说事儿的国家，但是中国核力量的快速增长也是事实。因此，美国人首次在中国举行大规模军演演时，做出了避免中国误判的核战略决策，这在以后可能会成为常态。从这件事中，我们就能看出，美国虽然是全球最强大的核武器拥有国，但是也对同时面对中俄这2个强大核国家感到头疼。美国越担心，说明中国加强核力量建设的战略就越正确。美国核战略司令部看来有的忙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